他们想得倒真好，孙家进了我的后院，陛下相对还安心些，最起码我不会和孙家勾结，那可是20万大军呢。七主说的对，孙家之前其实和益阳家有些来往，孙公子中间回来也见过益阳，益阳和孙公子其实是认识的。益阳知道孙公子来参加吗？知道的，听说孙将军他们来到凤都，陛下特准他们休养几日，再进宫封赏。他们去过崔府，但是益阳在军营，两人并没有见到。是孙公子来参加答题，益阳巡逻时两人才碰面。益阳就没说什么？啊，七主要我说什么？是孙公子吗？是啊，你们都认识，你对他来这事儿不想说什么？一白能文能武的，在东晋更是有玉面郎君的称号。他的武功也是一绝，前几年他回来我还和他打过一场。这几年我们偶尔会有书信往来。七主要是想要兵，他是个好的人选，以后孙家在东晋的兵权也会交到一白手里。苏月瑶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腰，又是一个武功高强的人物，他害怕。益阳不尴尬？我尴尬什么呀？七主要是娶了她，我都替她感到高兴呢。走吧，我们去前院看看去。苏月瑶到的时候，发现杨千寻、荀浩轩、星辰三人坐在一旁的椅子上，韦继华、公杨若愚还有一名公子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，想来他就是孙一白了。早膳阿瑶可用了呀？用过了。阿瑶，这是今早通过3题的3位公子，韦公子和公杨公子你都认识。这位是征东将军孙将军的嫡孙子，孙一白公子，年20，武功文学都不错，我们也都考教过了。那一眼望去，仿佛有一道光芒瞬间闪过。苏月瑶险些被他那明晃晃的笑容所迷惑，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了一丝惊艳之色。在他以往的认知里，武将向来都是高大威猛、孔武有力的形象，就如同崔阳那般，给人一种略显粗犷豪迈的感觉。然而眼前之人却全然不同，他的肌肤洁白如雪，宛如羊脂美玉一般细腻光滑，与传统意义上武将的形象大相径庭。他的五官冷峻坚毅，线条分明，每一处都彰显着他男性的刚毅和果敢。阿瑶觉得怎么样啊？要是觉得合适，你和孙公子去前院中走一走啊。可以，孙公子，我们去那边走走。苏女君先请。回公子、公杨公子，七主一会儿和孙公子说完，再安排你们和七主说话。苏女君安排就好。两人没有任何意见地说，这次他们也知道苏月瑶会选几个，所以只要人里面有他们就可以。但是如果他没有选择你们，还请你们不要过度纠缠。这次两人听到这话，并没有立马回答，因为他们并不想放弃。杨千寻不再多说什么，如果到时候阿瑶不选他们，后面的事情就交给他们吧。而此时苏月瑶和孙公子两人在院中静静地走着，孙一白默认地落后苏月瑶半个脚步，一时之间两人都没有说话。孙公子，两人同时出声。苏月瑶看向他，发现他的一丝不自在，没想到不只是我不自在，你也不自在呀。在下还是第一次单独和女子待在一起，望苏女君见谅。那你还愿意和我单独在院子里走走？今日要是我不娶你，单指你和女子私自在一起的行为，你的名声就要毁了。这里是苏府，想来消息也传不出去。而且在下很好奇，一般女子选夫，只需男方把画像递给女子手里，女子满意，直接选好日子，等着男子进府即可。像苏女君如此要见上一面的，几乎没有。我和其他女子不同，其实我觉得我的郎君已经娶够了，并没有再想娶夫的打算。我只是被这些世家逼得没有办法，而且我也准备把要进府的侍军安排到府中最偏僻的院子，只准带一个下人进去。我不打算和这些侍军通房，如此这样，你还愿意进来吗？听说苏女君准备的那处院子已经开了一个小门，男子可以随意出府，对吗？没错，我也不想蹉跎你们，我们不相识，见面就直接成为夫妻，我有点不适应，而且我也不打算给你们生孩子。那挺好的，我的情况想来苏女君也知道，我家中母亲已经生下妹妹，所以我从未考虑子嗣的问题。我来凤都就是为了孙家，安陛下的心。
孙公子能接受这样的条件？不反悔？这人就是为了孙家安陛下的心，才要进了他的后院。孙一白此时心里确实有些开心和庆幸，来凤都非他所愿，而且凤都的高门家女子个个难伺候，他一个武将又不受那些女子喜欢，孙家又不能和武将联姻，所以文官中孙家几乎没有相熟的。小门小户的女子短时间也没有合适的，他再不选出来合适的女子，陛下召见他们进宫的时候，想来会直接赐婚了。在这个时候，苏月瑶就出现了，他要选弑君，他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个机会，他的祖父也非常同意他这么做。苏月瑶的名声在凤都简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程度，生育双女，太女太傅，受陛下的器重，他以后很有可能成为两朝近臣。关键是他对后院的男子很尊重，简直是独一份儿。那处偏院他也暗中查过，当知道有处门直通外面的时候，就更加满意了。听说嫁妆他也不会要他们的，他住到偏院里，不用伺候女子，有钱还能随意出门，还自由，这样的婚后生活多好啊！当然能接受，也绝不反悔。请苏女君放心，我会老实待在偏院，绝不打扰到你。孙家的势力会保护苏女君。我母亲之前准备的嫁妆铺子大多在东境，但是我母亲已经给我折算出银钱，让我带到凤都了。孙家虽然离开凤都已久，但是之前跟随孙家的部将还是有的。在凤都，孙家也有不少铺子，这些母亲和父亲已经做主都给我了。孙公子，既然要想留下来，我只有一句话要说，我此生最恨背叛之人，即使我们没有在一起，你也不要背叛我。将来如果你遇到了你喜欢的人，我可以成全。请苏女君放心，我既然要做你的弑君，就没有想过做出伤害或者背叛你的事情。而且难得我是背过的，我成为你弑君的那一刻，就从未想过再嫁其他人。苏月瑶还想说什么的时候，话到嘴边，她停了下来。算了，这里的男子一旦被女子娶了，此生就没有再二嫁的机会，这是他的选择，不是他逼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选好日子，你就直接进府吧。多谢苏女君。两人回来的时候，几人看向他们。我很满意孙公子，芊芊，回头你安排日子把人迎到府中吧。好的，阿阳。之后，孙一白带着笑容行礼离开了。此时剩下公羊若愚和韦继华。苏月瑶看向他们，直接说道：韦公子，你的身份我们也了解了，特别是你的母亲，我觉得纳你风险太高了，所以不好意思。苏女君当真要拒绝？没错。那在下就先告辞了。公羊若愚，你当真要嫁给我？我只会把你安置到偏僻的院落，并不会和你宿在一起，给你生孩子，这样也愿意？愿意的。我想成为你的弑君，我向你保证，绝对不会算计你。虽说公羊家需要女嗣，但我不会强求。那好，回头我会派人引你入府。苏月瑶这次的决定下得太快，都让其他人震惊了一下。等公羊若愚离开后，几人才反应过来。七主，你确定选了他们两个？都按照那处偏院吧。韦继华刚刚直接走了，他不会整出什么幺蛾子吧？我们会安排人手的，而且他身边我已经派了人监视着。那就好。东离国我不想沾，所以只能如此。七主不用解释，本身也要你自己决定的。下午，南风和普巡查都通过了，还有3个他没有听过没有见过的家族公子通过了。苏月瑶此时正在见其中之一的楚家公子。苏女君，在下楚氏嫡子，楚家传承已经1000年，你要是娶我当你侧君，楚家的大半家财都会给你。楚家如今子嗣不丰，一直没有生出女子来。苏女君要是娶了我生下女子，从楚家姓，以后楚家的一切都是她的。楚公子，我这次可是选弑君呢，你还想要我娶你当侧君？苏女君，之前你是没有见我的面，相信你现在见到我一定会同意的。楚家可是整个凤鸾国最大的布匹商户，我祖父那一辈还官拜2品大官，朝中也有楚家服侍的官员。苏月瑶从他的语气中听出来傲慢和沾沾自喜，在他面前如此说话，他是在芊芊他们面前装的翩翩公子模样了？怎么把这人送到他跟前的？
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，长得倒是不错，没想到脑子有股普信男的感觉。楚公子，你话里话外都带着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，是谁给你的脸呢？苏女君，进你院中当个侍君也可以，但是必须给楚家生下一个女儿。你还想当侧君让我给你生女娃？要是一胎不成，我的肚子就留着给你生孩子呢。这么恶心的嘴脸，我看你一眼都觉得恶心。我可是楚家的公子。楚家千年世家，有你这样的子孙，看来传承也应该结束了。苏女君，楚公子剔除，还有以后我们所有的生意往来和楚家断干净。好的，阿瑶，我会吩咐下去的。楚冉还想说什么的时候，就被下人给抓住拖了出去。这种高高在上看他的感觉，让他心里更加烦闷。这些世家一方面看上自己的生育力，一方面还想拿捏他，这种做派真是恶心透了。入凤都娶崔阳他们的时候，也从未在他们的身上感觉出来一丝的恶意，更多的在他们的身上感受到了平和。他们没有特意讨好他，也没有摆出世家公子那一套，看不上他或者为难他，即使他们认为对的事情，也从未想要去改变他的思想，而是陪着他慢慢的接受，这才是他能快速接受他们的原因。他还以为世家公子都如他们那样，谁知道是有像楚家这么高高在上的世家。特别是这样一对比，南风和普安简直不要好太多。心思深沉也罢，有目的也好，总归他们从未想过伤害他。阿瑶，这位是距离凤都50里外的凤林州许家的公子许明鹤，年21。苏月瑶看向许明鹤，才发现这人是昨日星辰让他看的那位穿着双面刺绣的公子，确实长相着实不俗。苏女君，在下许明鹤，苏女君可要移步？好。两人进到庭中，苏月瑶直接坐了下来，发现许明鹤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。许公子请坐。多谢。苏女君是对在下不满意？没有不满意，就是觉得和许公子相处有种压迫感。在下既然来选苏女君的侍君，就不会伤害你，苏女君不必紧张。苏月瑶看着笑意满满的许明鹤，第一反应这个就是个笑面虎。苏女君知道徐家吗？之前并未听过。想来苏女君凤林州府也未听过吧？距离凤都靠西北一些2座山峰，里面就是凤林州。许家祖上是和女皇一起把凤鸾国打下来的，凤林州就一直是许家管辖，我们每年给朝廷上交税收即可。许公子祖上这么出众，来当我的侍君是不是太缺才了？苏女君也很优秀，能写出那么多传世之作，身后无家族，还能做到太女太伯的位置。许公子是看上我生育女嗣？不是，我只是想找一个顺眼的女子把自己嫁了，苏女君各方面都很适合我。你这条件长相，在凤林州你们许家的地盘会找不到合适的女子，你当主君也当得。还有你这年龄都是21了，再不成亲，朝廷就要把你充军了吧？确实是，所以我才来参加选侍君的，我想嫁给你呢。如今想嫁给我的都是奔着我能生育来的，你想嫁我有何目的？苏女君是觉得我有目的？不然呢？这2日参加答题的人有多少，你应该也见了。我本身和那些世家大族的女子相比，并没有什么优势，如今最大的优势就是生了双女。许家我这一代，我妹妹已经生育了女子，所以不考虑许家子嗣问题，苏女君这点可以放心。我只是听说你才学出众，凤林州有学子带了许多苏女君写的书籍回来，而且你的画作我也看了好多，我很喜欢苏女君的才情，所以才求了母亲前来选侍君的。原来如此，但是许公子，我并不是真的要选，是被凤都的局势所逼，不得不选。到时候你们统一住在偏院，我不会和你们相处。是这样的？是这样。那也行。苏女君，你在书房作画或者写作的时候，能不能让我在跟前侍奉着？这个应该不需要吧？我可以出银子。这次我出来，母亲给了我一座玉石矿作为苏女君的见面礼。如今都比谁有矿了吗？这玉石矿呢？这矿不算大，但是母亲找人检测看过，能挖个几年没有问题，玉石的水种应该还可以。我的嫁妆母亲和父亲已经在准备了，玉石铺子会有几间，庄子……停，许公子，你是为了我的才学而来的，那并不用非要嫁给我的。那我今日和昨日见到苏女君后，
觉得你很适合我，我很喜欢你。是他疯了，还是他疯了？上来就表白，真勇啊！你昨日见过我？哪里见的？昨日你和那个粉衣郎君在屋檐下看我们答题的时候，我看到了。你会武？会的，应该和你那位粉衣郎君功力差不多吧。我平日素爱诗书，也喜游历，没有武功，怕被人抢了去。许公子，我觉得我们不合适。为什么？我哪里不好？还是陪嫁的少了？我这次选的弑君，即使不和你们相处，但也要求你们不能背叛欺骗于我。我既来了，就没有要伤害和欺骗素女君的意思。我进了你的后院，会震慑其他世家，素女君可以好好考虑下。看来你们许家很不一般了。我要是实在不同意，你怎么办？许家的背景，你郎君想来晚上就能查出来。素女君要是不同意，如此怕是有些麻烦了。苏月瑶这次明显感觉到她的笑容不达眼底，而且周围的压迫感更大了些。她的话是什么意思？她知道星辰在查他们许家，这是不是说明她想让星辰查出来什么就查出来什么？她不会无形中又惹了一个大佬吧？这是许公子的真实样子，凌厉又带着压死人的气势。不是，这是我生气的样子。许公子给人的压迫感太强，我还是觉得呀。许明鹤直接一个伸手搂着苏月瑶的腰直接亲了上去，苏月瑶直接一瞬间呆住了。这人，苏女君，你亲了我就必须要纳了我，不然我就死在你府门口。他这是第一次被调戏了，而且这可怜的语气，好大一朵白莲花呀！那你就去死吧！许明鹤没有想到苏月瑶会直接干脆的这么说，他即使不在意他背后的许家，他应该也从他的话里听出了不一般吧？就这么让他死？你，苏女君，你怎么这么没有心？我对轻薄我的人不需要有心。苏女君，发生这事我更吃亏好不好？我的名声都毁了。那你上赶着的，许公子，你这性子哪个是真的？能不能正常一点？苏女君不喜欢这样的，我二父亲特意教我的。那你刚刚生气的样子是谁教你的？那个没人教，我平时就是这样，甚至更低沉些。我二父亲说，这样肯定会把你吓跑，他们教我很多。那刚刚轻薄我又是谁教的？我四父亲教的。他说当年我母亲有些不想娶他，他就如此直接当街亲了我母亲，我母亲就娶了他。你父亲们还教你什么呢？教我如何侍奉妻主，别总面瘫着脸，要学会笑，就像这样。苏月瑶看着他那灿烂的笑容，一言难尽，不知道说什么。还有在女子面前要学会低头，顺着女子，但是有时候也要强一些。我七父亲说，有些女子也是喜欢强一些的男子。十父亲教我看女子脸色，猜女子的心思。有时候女子不愿意，其实心里是愿意的；有时候是愿意的，实际上是不愿意的。13父亲教我，任何时候都不准欺骗妻主，在外行事更是不准看其他女子一眼，要绝对护着自己的妻主。15父亲教我，他们教我最多的是房中事，说女子其实看一个男子最重要的是这方面。我18父亲教我，妻主要对我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躲，即使挨打也得受着。你母亲到底娶了多少郎君？35个郎君吧，还有不少小侍呢，他们地位低，我没有见过。这人不会和他35个父亲都请教了吧？他有多想嫁给他，这心意他都有些不忍拒绝了。对了，我母亲前一段又新纳了2个，应该是37个郎君了。这2个小父亲比我还小1岁，他们就没有教我。你母亲今年多大了？我母亲今年40了，前2年还给我生了一个弟弟呢。许明鹤今年21岁，他母亲18生了他，如今又娶了比他儿子还小的郎君，直接大了20岁。苏女君，你娶了我可好？我是真心想嫁你的，你才学那么好，特别是昨日和郎君一起说笑的样子，我很想也和你如此。许家虽说一直守着凤林州，但是凤都好多官员，其他州府的知府或者同知、县令都是许家的人。我们许家的公子也有和凤都的官员联姻，只是比较低调而已。女皇虽说有些忌惮许家，但是凤林州四面环山，易守难攻，除非我们主动交权，不然女皇奈何不了我们。许家更是掌握着凤鸾国的各处玉矿，玉石生意一直都握在许家手里，几乎所有的玉石首饰店铺都是从许家订货。我是我母亲的嫡长子，自小很受母亲的宠爱。你那么受宠，为何没有早早成亲？我母亲给我相看的妻主，长相好的脾气太差，长相不好的脾气更差。
还有我平时不爱说话，脸色不好，很多女子看到我就直接吓走了。徐公子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如实回答我。可以的。你除了是许家的公子，背后可有干其他的勾当？许家在凤林州的暗卫，私兵是我在管。这秘密是你能告诉我的吗？13父亲说了，要如实告诉妻主，不能欺骗。而且我觉得，要是不说实话，你就彻底不要我了。就是因为我常年都是和暗卫他们待在一起，所以我20父亲就说我身上带着凌厉的杀气，让我好好伪装一下。这身华服是我20父亲给我准备的，他说女子就是喜欢穿着精致的公子。苏女君，你都知道我全部的秘密了，你让我进你后院好不好？你的秘密我全都知道了，要是我不同意怎么办？那就真的麻烦了。苏女君的郎君恐怕有生命危险。什么？你威胁我？星辰下午出去是你搞的鬼？没有威胁苏女君，你郎君太有本事了，都查到凤林州许家的暗卫营了，我就让他们困住他们，我下了命令不会伤害他们的。我25父亲说了，非常时期非常手段，如果你实在不同意，就诱敌深入威胁你，还说这要慎用，这可是我最后的招了。你25父亲告诉你慎用，有没有告诉你要是用了导致的结果是什么？他没有说，他只说了如果我要用了就自求多福。让你的人把我郎君放了，上一个伤他的公子，我让我其他郎君把他打了一顿。许公子也想被群殴吗？那我要是被他们群殴了，可以进你后院不？许公子，你就这么想嫁我，不后悔？想嫁给你，此生绝不后悔。那好，我会选合适的日子迎你入府。多谢苏女君。可以联系你的人把我郎君放了吧？不用，我的人2个时辰会自动放了他们，想来过不了一会儿郎君就回来了。这人真是什么都想到了，即使他不同意，星辰也不会受到伤害。许公子就不怕你嫁给我，我霸占你许家的暗卫和那些私兵？苏女君不会，我相信你。苏月瑶听到心里有一丝的开心，没想到这许明鹤喜欢他到了这个程度，这么相信他。之后他还没有开心一下下呢，就听到他说道：我母亲专门派了人查过你，知道苏女君是一个懒散不喜奋斗的人，只想待在后院让郎君们伺候着，连上朝都不想去的人，我们都觉得苏女君没有染指许家的心，甚至是嫌麻烦。而且我母亲说，如果苏女君将来想要反了这女皇，我们许家是可以全力支持的。我不想，我没有这心思。确实，我母亲当时就说这条路苏女君不会选，苏女君肯定是觉得女皇那个位置太累了。那我们出去吧，时间有些长了。芊芊，选好日子迎许公子进府吧。好的，阿瑶。芊芊带许公子去前院客房稍作歇息，可好？星辰还没有回来，要是回来受伤了，哼，这许公子也得让星辰给打回来。当然可以。杨千寻虽说不知道苏月瑶为何如此安排，但是还是让下人领着许公子去前院客房。在场的还有一位俊俏的公子，苏月瑶和他去了院中，简单说了几句，以这位公子要求他生孩子而结束。最后场上站着的就只剩下普巡查和南风了。普巡查，我们去里面走走。苏女君，请。两人走到院中，普巡查，我选世君，你来凑什么热闹呢？苏女君见谅，我本不该打扰，但是我如今租住的宅子突然被人买了去，我没有地方住了。苏月瑶想过很多的原因，但是没有想到会是这个原因。你的俸禄呢？其实之前我所有身家只有200两，在离开南陵府的时候就捐给了南水县。当时我们一起南下的马车回到凤都，你也没有给我。我回到凤都之后，就只发放了1个月的俸禄，就买了辆马车，剩下的银钱就只剩下吃饭了。苏月瑶一言难尽地看向他，他就没有见过这么穷的官员。这次我们去南陵府治理水患有功，陛下没有给你赏赐吗？给了，但是我觉得花销不大，就让陛下把赏赐的银钱捐给南陵府了。他真是个为民的好官呢。你来选我世君，就是想有个地方住，我可以给你银钱的，不对，我可以送你一套院子。下官是巡查御史，怎可收受他人钱财，特别还是女子的银钱。苏女君，陛下这次除了赏赐我银钱之外，
还想给我赐婚。我不想嫁人，但是我也不能抗旨，所以我就说我心有所属了。你心有所属不会说的是我吧？是的，苏女君，我不认识什么女子，我只和苏女君相熟，而且我也知道苏女君不是真心选的。我……普安说了一半说不下去了，他是存了私心。当时陛下要给他赐婚时，他脑子里第一想到的就是苏月瑶。他知道他配不上他，但是他不能再拒绝陛下的赐婚了，所以苏月瑶是他最好的选择。进了他的府邸，担着一个名分就好，他不强求其他的事情。合着我又是一个工具人呗？普巡查，你比我大了有10岁吧？你担着我弑君的名分入府，不怕外人说你吗？我不在乎流言，我要是在乎也不会入朝为官了。这事情要是确定了，苏女君被人议论的想来比我还多，毕竟我比你大那么多，你放着其他人不选，选一个年龄大的。普巡查，你还是说了句实话呀，你都知道还进我的府里。我也没有办法呀，陛下想给我赐婚，年纪应当比我大，而且我的性情真的做不到待在后院伺候女子。你不是陛下近臣吗？陛下这些年一直致力于提拔寒门子弟，为何还要赐婚给你？不是陛下想，是那些凤都的世家想。我出门巡查只看真实，弄虚作假的我都会上报。这算是惹了他们吧。苏月瑶听到这里顿时明白了，这普巡查这么得罪人，没被人给暗害了，真是不容易啊。哼，苏女君啊，他们自然也是派人暗杀过我的，只是我自小也是习武的，在充军的那2年，上面的校尉见我武功可以，又单独的教授过我，给了我机会让我立功，所以啊，一般的人杀不了我。之前唯一一次出事儿，还是裴郎君救了我。普安看苏月瑶的神情就知道他想什么，直接解释道：原来如此，普巡查，你要是进了我的后院，就不怕我将来利用你，让你听我的？去南陵府治理水患的时候，我本身对你是不屑的，觉得女子啊都是骄纵的，都是在奴役我们男子伺候着。我为当时我先入为主的行为给你道歉。之后看你能查出水患的根源，我心里是敬佩你的。南陵府我每年都会去巡查，我见过好多因为水患导致家破人亡的百姓，我也一直想要解决。南陵府下面那些不作为的县令同知，我都参了好多，我研究了好几年都没有想到处理的办法，但是你成功了。而且纵观苏女君的行为，不管是文采、画作、诗集等等，都是透露出一股不想管世事的豁达。所以我相信苏女君以后不会让我做任何对社稷和百姓有害的事情，除了社稷和百姓，其他的事情我都可以帮你。苏月瑶听到普安如此夸他，他豁达，他那是懒，不想干，被逼的。说的他真的那么豁达一般，这真的比许明鹤会说话。我普安此生遇到的大风大浪很多，但从未求过人，还请苏女君帮我一次。在陛下心里啊，其实一直想要我嫁给他派系的官员，这样啊，我外出巡查，陛下也能放心。我已经避开几次了，可今年陛下是真的打算下赐婚的圣旨了。与其嫁给那些对我心思不正，甚至内里嫌弃我的女子，我宁愿选择苏女君。而我心中更想只嫁你。普安默默把没有说完的话说完。苏月瑶看着普安，心里在想，普巡查虽说很穷了，但是他能上朝啊，在朝堂上更是游刃有余的。以后他外出巡查了，他要是将来开铺子什么的也方便。他提供后院一个住的地方，两人也都说开了，也不会有什么尴尬的。他还占了一个名额，他就少选一个陌生的进府，其实想想也挺好的。普安，你要是选择入我的府邸，即使我们之间没有什么，你将来也不可能再嫁人了，而且你也不能背叛于我，你要想清楚。我想得很清楚了，我此生就没有打算再嫁他人，也不会背叛于你。我会选时间引你入府。多谢苏女君，能不能快一点？
我的房租只能再住2晚了。你后日准备好直接进府吧。见过想要嫁他的，没有见过因为没有住的地方着急进来的。两人一起走了出去。后日普巡查会直接入府，直接让普巡查住进去，顺便交代好厨房，每日给他送上膳食。杨千寻几人听到苏月瑶的话，有些吃惊。妻主这么满意普巡查，这么着急了，不用合八字啊，选最适合的时间进府吗？这里的缘由回头再和你们说。春日，你领着普大人去膳食厅用过膳食，再送他离开。普安是全程低着头，没有看大家的视线。他想拒绝，但是他囊中确实是羞涩，不知道苏府的晚膳可有肉菜。最后普安离开众人的视线，只剩下南风一人了，终于要结束了。南风，你确定要嫁给我？我觉得你心思很多，所以……苏女婿，我知你不喜欢我，等在下救回族人，拿下西关的兵权时，兰家和封家都会站在你的身后，你也可以休了我。南风，婚姻大事，我将来要是休了你，你可知后果？到那时，你现在舍身救的族人，说不定都会嫌弃你。我没有办法帮苏女君成全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绝不会隐瞒算计你。我知道了，进府的日子确定了，我会通知你的。多谢苏女君。不用谢。南风离开后，苏月瑶彻底瘫在椅子上。芊芊，那处院子起名字没？还没有。就叫忘忧居。好的，阿瑶。妻主好名字呀，忘记忧愁，忘忧忘忧。我也这么觉得，是不是要结束了？已经结束了，妻主。好多没有打出来的，都不愿意走呢。这3日辛苦你们了。芊芊，明日直接公布我选的弑君人选，就说我已经选够了，让他们不要在府门口聚集。好的，他们都安排到了忘忧居。都安排进去吧。普巡查名义上是弑君，但是实际上就是一个住宿的。膳食让厨房每日送去，其他人的话就不用管了，他们都有银子。住宿的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啊，他没有地方住，担着我弑君的名分住进来。众人听到这个理由，脑子有些微抽。这普巡查入妻主后院的想法好简单，这么简单，他倒是成为新人里面最先进府的。是真的还是心机呢？星辰回来了吗？杨千寻刚想说话，直接一个黑影落地。妻主可是要找我？星辰，是许家把你困住了。妻主见过许家公子了？见过了。哎呀，简直不知道如何给你们说了。凤林州一直很低调，又四周环山，都不太关注。视察阁之前也想在那里建分阁，但是进不去，查事情比较慢些。许家就是那里的土霸主，州府不大，但是人口却不少，里面的商铺都是和许家有姻亲的。这次我带着人去查，被他们的阵法困住，他们并没有出手要伤我们的意思，困了2个时辰，我们就自动出来了。还有阵法，这许家真的不简单呢。这个许公子进府后，不知道又会整出来什么幺蛾子。星辰，你临时出去是被他们引诱的，就是不想让你提前给我介绍许家的背景。许公子自己承认了？没错，我也同意让他进府了。妻主的魅力真大，我昨日见他就觉得此人不凡，没想到妻主又吸引来一个人物。哈哈。许家如今发展能护住妻主，而且这位许公子手里的人想来比我还要强上一分。他人离开府邸了？没有，在前院客房里。他说把你困起来了，我担心会不会受伤，想着如果你受伤了，我就让你们一起把他打一顿，逼你出气。妻主，我没有受伤，他很有分寸，只让人困住我就不动手。那个阵法如果他们动手，我和我的人很难全身而退。这么强的吗？他夫君里论战斗力，星辰可是排第1的呀。不出意外，许家秘密培养的人都是他在管。这话说得很对，他说许家暗卫和私兵都是他管着的。怪不得，如果有机会还真想和许公子过过招。他说他的武功和你差不多。有可能要比我强了，这样也好，如今我们势力其实就差兵权，妻主这次纳了孙公子和许公子，兵我们也有了，以后妻主可以不用惧怕任何世家了，也不用怕他们再逼婚了。南边有南溪的南疆挡着，北关赤沙阁可以挡着，东边孙公子挡着，就差西边了。
记住，南风你纳了没有？纳了。那西边也不成问题了。记住，接下来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了，都有人护着你了。郎君很给力，把所有的路都给他准备好了。就这样，这次苏月瑶总共选了孙一白、公羊若愚、许明鹤、普安、南风5人。杨千寻也派人去和他们的八字，除了普安，其他人的入府时间，这些苏月瑶没有再操心。但是这些人入府时，还是造成了不小的冲击。那些没有选上的世家不死心的，找到陛下那里，陛下也都一一推到苏月瑶这边。苏月瑶也出告示，这次选世君是凭真本事选的，他不会再选世君，让各位都不要浪费时间找过来。一直折腾到苏月瑶所选的全部世君进了府后，那些没有选上的世家才消停了些。旗主，今日最后一位许公子已经搬进了府邸，你这选世君总算是告一段落了。他们都搬进忘忧居了？好在当初主君修缮的时候，把连着我府邸的一处院子也一起修了，不然他们的嫁妆都放不下。他们的嫁妆这么多的？不少呢。除了普巡查，其他人嫁妆都放了好几个屋子，勉强塞得下吧。他们很自觉的都只带了1个下人，那5个下人都挤在一处。旗主，你真的不去看看他们？其实不光家世、长相都是绝色，嫁妆也很给力。他和主君都看过他们的嫁妆单子，庄子铺子什么的都是清的，矿产才是大户。公羊若愚陪嫁有1座金矿，还有西边的庄子佃农10几座，凤都的粮食店铺都有10个，还有其他的铺子、宅子等等，还不带他那天进府送进来的金银首饰。孙一白陪嫁的铺子也不少，银钱也很多。最让他们吃惊的是，孙家陪嫁的木材家具铺子是最多的。他们这才知道，孙家一直是最大的木材商，只是主要集中在东晋，但是凤都卖的有名稀有的木材都是孙家提供的。南丰的私产也不少，各类各样的铺子也多，特别是还有5个当铺，都是日进斗金的铺子。许明鹤就更不用说了，玉石矿直接有2座，而且铺子也很多。凤都大小的玉石铺子、毛料铺子几乎都是许家的，而许家也陪嫁了1小半的玉石铺子，剩下铺子都特意的注明，要是妻主去了可以直接免单。还有一些在凤林州，看着就是一个大户。他们也明白了为何妻主会安排给普巡查送膳了，因为普巡查是唯一一个没有出嫁妆的人，连当值都没有银钱用膳，被易阳看见后又不敢资助，怕伤了人家的心，最后给主君说了，从宫中给他发了月银，他成为了唯一一个领月银的人。这边大皇子还在想他们的嫁妆，就听到苏月瑶说：“不去，当时我见他们的时候就说了，互不打扰。”也是，他们也都刚入府，妻主刚缓过来，不去也行。殿下，我知道你们的意思，他们是优秀，你们也不差，慢慢来吧。等绵绵和暖暖的满月宴席过了，我再考虑其他的。我们明白，不会勉强妻主的。哎，说起这个，主君最近忙得差点飞起来。妻主，整个凤都人都在观望，你会请哪些人参加满月宴？远一一阳还有浩轩他们的母族都派人和他们说，想要那天来沾沾喜气。为此主君秉承着不得罪人的原则，只要没有和我们有过节的世家，都下了帖子，举办的地方直接是前院花园，甚至连皇子府都要占些地方。来这么多人合适吗？所以最后确定，除了我们的母族可以多带2个人外，其他世家一律只准3人入府，这样人就少了。我看就这样人也不少，绵绵和暖暖身边安排好人，我怕有人会妒忌，把不爽发泄到孩子的身上。我们知道的，这点妻主放心吧。走，我们去后院看看，之前种的土豆应该是发芽了。妻主，你之前让人又翻地又施肥的，真的会提高产量吗？当然会，你可别小看了这一小块的地方，到时候产量110斤没有问题。土豆味它来了，马上就能实现土豆自由，到时候炸薯条安排上。但是这里貌似没有番茄呢，没有番茄酱怎么办呢？回头把番茄也画出来，让他们派人去找找，说不定能找到呢。要是真如妻主所说，这土豆产量能这么高，那凤丸国的粮食就充足了呀。
放心吧，其他2种咱们这边已经过了季节，我已经交给妍希，让她过些天带到南疆去种植。到时候我们能收成很多的。这要是成了，就是凤鸾国的大功臣，要记录到史书中。2人到了那片种植的地方，苏月瑶看着冒头的土豆苗，很是欢喜。成了，芽长出来了。恭喜七主。殿下等到土豆成熟了，到时候我亲自下厨给你们做好吃的。好啊，到时候七主指挥，我们来做。还有红薯、玉米都成功了，我们来年可以把你们的庄子上的土地都种植出来。到时候咱们凤都所有的饭馆全部都推出新菜，之后再告诉陛下，全面推广这些作物，用不了几年，百姓每家都有余粮了。七主，我替天下百姓谢谢你。不用谢，前期我可是要靠他们挣钱呢。大皇子似有所感地往竹林外看去，竹林外的忘忧居的一棵大树上，许明鹤一个闪身从树上下来。明鹤，你怎么突然下来了？你看到七主没有？看到七主笑得好开心，大皇子的武功不错呀，差点让他看到我，我的视线就在他身上停留了2秒。听说自小陛下找了武功高强的高手教习大殿下武功，怪不得，早知道就不看他了，直接一直看着七主。公羊，你看南风还有普安，人家天天忙着处理公务，你也要上朝，一点事情都没有。我是御史中丞，你知道要干什么吗？就是看哪个官员不爽就参他。如今七主刚刚选了我们，明着都不做小动作，我参什么？暗处的行动我们又都收拾了。普安不是也是御史吗？他怎么那么忙？而且为何咱们的伙食要自己安排，他就能吃上府里送的膳食？普巡查职位是要去各地巡查官员，记录政绩的御史，看看有没有做得不好的，直接给陛下折子。如今他在凤都，也是要记录好各个官员的缺失。他能吃上府上的饭，想来应该是没有银子。做巡查的官员不是很有钱吗？这个官员给一点，那个给一点。许公子可不能如此说，本官当上巡查，可从未贪过1文钱。向本官贿赂的官员，本官都一一上报了。普大哥回来了，小弟不知道，原来您是一名两袖清风的好官啊！今日小弟让仙草楼送一桌好吃的，当做我的赔罪。不用，府上送来的伙食就很好，我很满意。明鹤啊，我说你一个世家公子，怎么那么多样子？我都不知道哪个才是正常的你。我刚刚的表现不好，我31父亲给我说的，要和后院的郎君好好相处，必要时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真诚。明鹤，你不用听你那些父亲说的，你这样就挺好的。是吗？你喜欢我原来的样子？公羊若愚顿时感觉空气都稀薄了，一股威压向着他袭来。停！明鹤，你干嘛对我施压？我没有得罪你吧？你不是喜欢我原来的样子吗？我二父亲说了，我原来的样子会把人吓跑。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原来不好？我训练暗卫时，他们都离我几米远，甚至有时候我生气的时候，他们还会吐血。公羊，你怎么也怕我？我没有，我只是……没有就好。我的弟弟妹妹们自小不喜靠近我，还总和母亲告状说我欺负他们。好在母亲和父亲们都很宠我，其他人每次看到我都离我远远的。公羊，你还是第一个如此这么和我说话的人呢。明鹤，你自小都在暗卫营吗？是啊，许家的暗卫还有护城的私兵都是我在管。我弟弟还有妹妹他们都不喜欢动物，就落在我手上了。我10岁之前还跟着暗卫们一起训练，12岁之后觉得他们都好弱，就开始出去游历找高手师傅学习了。等我15岁回到许家的时候，想来是因为我离家太久了，大家更不喜欢靠近我了。母亲觉得我武功高强，就让我训练暗卫们和私兵。7、8年前，江湖上有个小孩子，挑战了很多武林高手，还拜了好多师傅，不会就是他吧？公羊，我从进府来凤都这几天，我没有动手了。我看你也有武，虽说弱了点，我们打一会儿吧，我手痒了。公羊若愚听到，直接一个闪身进了屋子，喊道：明鹤，我打不过你，我明日还要上朝，就先休息了。哎，我让着你一些，这还没到晚膳时间啊，休息这么早吗？早睡早起身体好。公羊若愚说完，直接不吭声了。躲进屋里的公羊若愚松了一口气，他不想被打得浑身淤青去上早朝，他也不想吐血呀。这人简直就是个武学奇才，而且他根本感觉不到自己威压杀伤力有多大，想来脑子都发育到4肢上了。许家对他是真的宠啊。
还有妻主也很强，这样的人都给他招进了后院了，以后遇到打架的事情派他一个人就可以了。许家的地位背景也很深，妻主眼光真好。殿下，你看什么呢？哦，没事儿，刚刚感觉有人在看我们。竹林过去是忘忧居，这还有些距离吧？他们能看清？习武之人眼睛看得远，以后啊，旗主要是来这边，让我们陪着。我知道了。主君的意思是，等绵绵和暖暖满月后，让士军们统一学学规矩。我觉得还是不了吧，而且他们有什么规矩可学的？学的可多了，如何侍奉你、仪态等等。我都不去找他们，他们也不侍奉我，而且他们不都是世家公子吗？不应该都学过的吗？这世家里的公子嘛，自小都要学习如何照顾女子的，但是他们的身份地位还是要磨合磨合，让他们知道以后应该以你为主。不必了，我觉得他们一个个的都挺好的，你们要是去要求他们，他们不会翻脸吗？不会，主君要求他们还不敢违背，即使他们背得再好，绵绵他们的满月宴会，士军们也要出席的。哦，你和芊芊看着安排吧。苏月瑶悠闲了2日，崔以阳休沐时特意来告诉他，已经给他运回了一些铁。妻主除了锅还要什么？这次的铁都是武器淘汰下来的，交给铁匠炼制，想来至少做出来个30个没有问题的。这么多，你知道在哪里有做小炉子的吗？和锅配套就行，到时候我们在桌上掏出一个锅的大小。妻主，我会安排人去做的，但是这种新的吃食还是要禀告陛下一声，毕竟用的铁器比较多。等我们试吃后，我把锅带进宫里，让陛下尝尝，等到开了铺子，给陛下2成的利润。那铺子，妻主这2天可以从我们的铺子里选。好，我会问芊芊的。就这样，崔阳拿着苏月瑶画的图纸走了。春日，今日陆策军他们要是回来了，让他们来书房找我。还有，去看主君忙不忙？我要见他。好的，女君。阿瑶，你找我？你们手里酒楼之类的铺子都在哪里啊？有没有生意不好的？我想要改成火锅店。阿瑶，这里是我们所有的庄子铺子，昨日我才统计好，我把生意好的和不好的分开统计了。我看看，我去，上面连大致收入多少都有，好多的钱呢。地理位置、人员等等的写得一目了然。这是谁整理的？是我和玉琪一起整理的，一阳他们只是把他们的陪嫁单子给了我，士军们的嫁妆我们整理了一部分，还有一部分玉琪也在整。整理得非常好。我们也是按照妻主给的方法整理的，这样确实很方便呢。苏月瑶没有再看那日进斗金的大酒楼，而是看那生意不怎么好的。这仙鹤居在城东3巷口，看着位置也不错呀，店铺也不小，为何生意不好？仙鹤居是陪嫁的铺子，听掌柜说前2年还不错，今年他对面开了一家比他还大的酒楼，仙鹤居的人员就少了。对面的酒楼是哪家的？是凤都冯家，冯家主是五品光禄司少卿，负责处理宴请、犒劳和祭祀等事务。桓家和冯家没有隔阂吧？应该是没有，爷系没有听说。那就好，就定此处了。今日午膳过后，我想去仙鹤居看看。好，我和易阳下午陪阿瑶一起去看看。用过午膳后，苏月瑶和杨千寻、崔以阳直接去了仙鹤居。哎呦，女君、郎君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掌柜的，为何店里生意这么差？这不是吗？之前仙鹤居的主厨在契约满的时候去了对面的冯氏酒楼，生意就慢慢差了下来。冯氏出大价钱把人给挖了过去？嗨，不是，是主厨嫁给冯氏账房了。主厨啊，在咱们店里干了有5、6年了，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。结果前年呢，无意和对面冯氏账房遇上了。等到契书时间一到，主厨就直接不续约嫁了过去，所以啊，就……好吧。苏月瑶还以为是对面耍了什么手段，原来是嫁人了。不过女君啊，其实呢，这主厨是个老实人，那账房啊一直挺喜欢他的。本来违约也想直接把人娶回去，但是主厨呢特意做到了契约时间到的时候，还给我们培养了新主厨。他到冯氏那边以后呢，也没有再做这边的菜系，听说呀是学了新的菜式。苏月瑶听完，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如今的厨子也是签订契约的吗？啊，是
女君，还有3年时间。有没有死期的厨子或者下人？他要做的火锅，他可不能把一个厨子培养好了，到了时间就被人挖走。有啊，因为主厨啊都是手艺活，很少有卖身的，但一般的小厨子啊都是死期。好，明日我们仙鹤居直接关门吧，我会画好图纸，派人过来整改。还有所有的店小二，我也要单独再培训些。还有不是死期的主厨或者小二，全都辞退，给补偿。如今店里账目还有多少银钱？还有不到1000两吧。按照契书把补偿都给他们，剩下等我把店铺装修好了，中间这些的月俸正常发，银钱不够了去苏府要。好嘞，玉君，小的会准备好。苏月瑶安排好后就准备离开，刚走到店门口就见一个人影扑过来，苏月瑶下意识地闪了一下，崔阳直接把人给踢飞出去。哎呀哎呀哎呀！苏月瑶看着穿着粉色衣衫的公子倒在地上哀嚎，他好像不认识这人吧？芊芊，这人谁啊？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哦，女君，这是对面冯氏酒楼的公子。哎呀，女君，你长得这么好看，为何要娶这么凶狠的郎君？他踢了我，必须赔偿我银子。苏月瑶脑门黑线，这人脑子是有病吗？一副小弱鸡的形象，这粉色衣衫穿在他的身上简直是没眼看。他急需看看星辰洗洗眼睛。哼，我可是冯氏的嫡出的公子，你赶紧赔我银子，顺便让你妻主休了你。这位公子，你要是脑子有病就去治。我刚出来，你上来就扑过来，是想要袭击我吗？哎呀，女君说的哪里话，我只是一不小心绊了一下，才倒向女君的。不管你是如何倒向我，刚刚那个力道，我郎君不把你踢飞了，你就伤着我了。伤害女子的罪名，你要担着吗？啊，女君，我没有要伤害你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道歉，你别把我送官，好不好？好浓的绿茶味啊！给我郎君道歉，不然你可以选择去凤羽卫。这位哥哥，刚刚我不是故意说你的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崔瑶满脸恶心的不想看他一眼。女君，我都道歉了，你怎么能不原谅我呢？那这样，对面是冯家的酒楼，我请女君用膳，赔偿女君。让开！这时周围已经有围着的百姓都看向他们，苏月瑶的耐心都要耗尽了，刚想要崔阳准备动手时，有2个凤羽卫走了过来。哎，出什么事了？都在这儿堵着。2个凤羽卫走近一看，看到中间站着的人。夫人，您怎么在这儿？苏月瑶没有想到这2个凤羽卫会直接认出他来。夫人，卫使进了您的后院时，就把您的画像让整个凤羽卫所有人都看了一遍，就怕属下见到您认不出来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原来如此，此人在我出门的时候直接扑了过来，意图伤害我，又诋毁我的郎君，后又拦着我，想要我陪他用膳。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还有人敢如此对待女子？属下这就把人带去，好好审审。有劳了。哎呀，夫人您客气了，属下应该做的。之后，冯公子被凤羽卫给拉走了。周围百姓没有想到会这么快解决。冯公子的父亲是五品光禄寺少卿，这周边的平民百姓都不招惹他，被骚扰的平民女子也都忍着不去理他。刚刚那人是不是有病呀？娇柔造作的，恶心死了。易阳，你踢的那脚还是太轻了。妻主不喜欢那样的。易阳，你这是侮辱我的眼光啊！他那身粉衣和星辰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，我的眼睛啊！是易阳说错了，凤都不少世家女子都喜欢这样类型的男子呢。阿瑶别气了，他落到凤羽卫手里不会有好结果的。孙阿瑶的神情带着目的，他扑过来那下，想来是看上阿瑶了。别，可别！未婚进了凤羽卫的男子，即便再出来，也不好找妻主了。心术不正，谁也救不了他。哼！本来易阳踹了他一脚，他就不想再追究了，是他非要上赶着来的。只是翌日一早，陛下派了内官请他入宫。苏月瑶走到朝堂上，发现女皇的脸色不是很好。她那点事情应该不至于让她生这么大的气吧？是发生什么了？苏月瑶，光禄寺少卿冯大人猜你打伤他儿子，又以权谋私，让凤羽卫把人抓走。此事你作何解释？陛下，
臣昨日去了仙鹤居，刚出殿门，冯大人之子就直接向我扑了过来。崔副统领以为是刺客，就把人踢了出去。冯大人，你说我打伤你的儿子，那袭击女子，他该当何罪？下官儿子最为守规矩了，一定是不小心。冯大人和冯公子说的话简直是一样的。不小心，一个男子在外看到女子上赶着，不小心往人身上扑，这是准备讹我呢。那不管如何，我儿子也没有伤到你啊，为何凤羽卫会直接把人抓走啊？说到这里，冯大人就要说说你儿子想干什么了。崔副统领是我用八抬大轿亲自求取回来的侧军，贵府公子上来就是要让我休了他，是何意？一个无官职的公子都能轻易说出干涉女子后宅的事情了，这是冯大人家的家教吗？本来也就是动动嘴皮子的事情，冯公子也道歉了。我准备上马车回去，贵府公子的教养啊，直接拦下了我，要我陪他用膳。不知道我这一品太傅的职位都要陪一个无官职的公子用膳了？要是如此的话，陛下可以收回我这太女太傅的官职了。陛下，冯大人教责无方，理应受罚。你是苏太傅的弑君，怎可公报私仇？本官是御史中丞，参谁都是正常的，本官公私分明得很。陛下，臣虽说是苏太傅的弑君，于情是要护着他，于理冯大人之子所做之事确实有错。陛下，臣从南陵府归来，一直在巡查百官。冯大人在祭祀用礼上多有疏漏，甚至私自贪没了礼部的拨款，这是在下收集的证据和证词。陛下，这是诬陷呐！